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部2024年上映的杀人魔电影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故事开始。女人下班回家，刚把包包放进车里，想整两口放松一下，谁知不远处有个人，好像想要上吊自杀。女人好奇的多看了两眼，那人却猛然转身向女人跑来。女人吓坏了，想开车逃跑，可惜车门不知什么时候锁上了。她急忙转身看向那人，奇怪的是，那人消失不见了。女人回头看向车里，却被车门撞倒了，原来是车里有人。就在同一时间，刚和女人换班的保洁阿姨正在打扫酒店走廊，身后突然传来响声，可转身却没看到人影，大声询问是谁，也没人回应。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于是转身继续工作，但手里的吸尘器又突然坏了，回头一看，竟是电线断了。她走过去一瞧，看样子好像是被人剪断的。保洁阿姨想找工具修一修，转身又被水电工吓一跳。得知事情经过后，同事劝阿姨不要大惊小怪，最近地下室老鼠常跑，可能是他们咬断的电线。同事还让阿姨放心，自己一会儿就去灭掉他们。听到小伙这么说，保洁阿姨真心的感谢，然后两人就相继离开。可保洁阿姨刚转弯就被大力推了出来，接着还被来人掳走了。阴暗的地下室里，保洁员被绑在椅子上，而杀人魔却在挑选工具，一把趁手的工具。就这样，女人脑袋开瓢死了。画面来到酒店大堂，阿伟带着家人旅游，恰巧在此住宿。奇怪的是，老板只收现金不刷卡，阿伟也没多想，付过现金就上楼休息去了。但等他们走后，老板却邪魅一笑，因为人数已经足够，游戏即将开始。突然有个男人走来，他是保洁阿姨的同事，可他却不认识老板。老板谎称自己是新来的，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保洁阿姨。于是两人来到了地下室，老板却抄起灭火器，一下就打晕了男人。老板叫来同伙和水电工，让他们谨慎办事，千万不要出岔子。可水电工却抗议，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不会参与他们的游戏。说完还向老板索要报酬。当钱到手后，水电工转身离开，而老板却按下门锁系统，锁住酒店所有的门窗。 Yes, showtime. 第一个倒霉蛋是游戏厅管理员，他独自一人玩游戏，完全没注意到面具人的存在。等他发觉时，面具人已经离去，他自我安慰起来，说刚才是错觉，哪里有人，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管理员被揍得无法动弹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而光头屠夫并没打算停手，他不仅剪掉了管理员的鼻子，还把脑袋砸得稀巴烂，画面比较血腥，这里就不过多展示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原片。第二个倒霉蛋是对情侣，两人刚入住时就撒狗粮，来到房间后更是体验按摩浴缸的魅力。就在两人全神贯注时，小丑女默默地站在一旁，两人着实被吓了一跳，质责小丑女赶紧离开，谁知男人被砸了脑袋，原来是2号屠夫干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男人被淹死在浴缸里，女人也没能逃过魔爪。就在同一时间，小美趁着家人都睡着，偷偷跑去别的房间和一个法国男孩约会，而且是白天刚认识的。果真是叛逆的孩子，可惜还是被父母发现了。于是父亲出去寻找，还带上了弟弟。但是等他们走后，噩梦也随之而来。母亲听到有人敲门，透过猫眼睛看到一个面具人，她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，于是斥责面具人赶紧离开。面具人一看是个硬茬，乖乖的离开了。可当母亲坐回床上时，开门声响了，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，于是询问找到小美吗？但却没得到回答。她跑去一看，房门是开着的，却没见到人影。母亲也没多想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真是心大的女人，你不出点事的话，真的很对不起观众。于是她就被面具人锁了喉。虽然她奋力反抗，拿笔戳面具人脑袋，用杯子砸面具人脸，但是没有一点鸟用，反而激怒了这个1号屠夫。母亲被按在地上不能动弹，脑袋被屠夫用铁丝割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老板正坐在屏幕前欣赏着1号屠夫的杰作，高兴之余，他自己也想过外瘾。只见他套上塑料外衣，随手拿起一把刀子，直接刺进男保洁的下巴，却没注意到小美和法国仔偷偷离开酒店。就在同一时间，阿伟带着儿子来到前台，竟没看到一个人影，同时也发现所有的门都打不开。于是两人就返回房间，阿伟却发现妻子被残忍杀害，悲伤笼罩着他的全身，可他又不能大声痛哭，因为儿子还在一旁。为了不被儿子看到，他打算带着儿子离开，但出门却遇到一个老头，是一个退休警察。得知事情真相后，老警察建议阿伟带着孩子去他的房间休息，两人安顿好儿子，然后拿枪去楼下寻找女儿。老警察告诉阿维，这可能是个杀人游戏，格兰戴尔就曾经发生过类似案件，一整栋楼的人被困在里面，一个接着一个被杀，就像某种比赛一样，没有任何杀人动机，而且一起比一起有创意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出现个醉鬼，三人各自吓了一跳，几人的大声谈话引来了醉鬼的老婆，还斥责醉鬼赶紧回房睡觉。忽然广播响起，是老板的声音，他说自从所有人踏入酒店，游戏就开始了。老板的广播还引来两人，一个是
是白发老头，一个是眼镜女，不过都是来送人头的，因为老板宣布 So, buckle up. Warm-ups are over, ladies and gents. Let's play ball! 酒店瞬间陷入一片黑暗，期间出现几下尖叫声。等灯光再次亮起时，醉鬼夫妇双双连了盒饭，一个被砍了脖子，一个被插在雕像上，而面具屠夫也正式上场。首先是白发老头被光头屠夫挤爆脑袋，然后是眼镜女被1号屠夫干掉。阿伟想上前帮忙，却被老警察拉着跑路了，两人躲进了吧台，因此躲过一劫。画面来到楼上，3个小年轻遇到了屠夫组合，起初以为是恶作剧。金发妹不幸被捅死了，而卷毛男被按在墙上。小丽哪见过这场面，吓得转身逃跑。小丑女想上前追杀，却被2号屠夫制止，因为手里还有更好玩的卷毛。就这样，卷毛被生生划了7七49刀，最终当场立坟。而小丽没跑多久，在转角遇见了小男孩，原来他黑进了酒店的系统，知道这是场杀人游戏，因此担心妈妈，所以跑了出来。没想到遇见小丽，不幸的是还遇到了1号屠夫。小丽来不及说什么，带着男孩就逃。两人一路跑到电梯口，想坐电梯逃下去，可惜电梯还没打开，1号屠夫就追了上来。不过他却没着急动手，而是戏谑地看着两人。突然电梯打开，谁知里面是小丑女，顺手把小丽抓在手里。1号屠夫静静地看着，没有一点动手的意思。而小男孩趁机逃走了。画面一转，小丽被一把推了出来，她起身逃跑，小丑女却不慌不忙，就像猫咪戏耍老鼠一样。小丽四处寻找出口，可惜都被锁上了。想要活下来，只能和小丑女硬刚一把。虽然侥幸打落小丑女的刀子，但她的身手远不是其对手，转眼就被按在地上摩擦。打斗中，小丽摸到一把叉子，随手给了小丑女一下，真的很意外。就这样，小丑女稀里糊涂的死了。小丽不敢停留，到处寻找逃生出口。你还别说，真的有一扇窗户能逃出去。然而很可惜，2号屠夫及时追了上来，一把就拽住了小丽，两人顿时陷入极限拉扯中。最终，小丽一个飞脚踹开了屠夫，侥幸逃了出来。看到屠夫不甘的样子，小丽高兴地笑了出来。另一边，阿伟和老警察听见外面没动静，于是现身出来，然后跑回房间找儿子，可惜没找到。两人急忙出去再找，谁知遇到了光头屠夫。就在阿伟和屠夫僵持不下时，老警察想突袭一下，不料反被打飞出去，而阿伟也被一脚踹飞。眼看阿伟危在旦夕，光头屠夫却忽然倒下，原来是老警察开枪击毙了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美和法国仔返回了酒店，看着走廊上诡异的灯光，两人感觉很奇怪。刚一转身，又看到了卷毛和金发妹的尸体，两人吓得魂都飞了，转身想逃已经晚了。2号屠夫一枪刺穿了两人，狠狠地钉在墙上，完成了罕见的双杀。镜头来到阿伟两人，他们来到拐角处，阿伟大声呼喊儿子，却遭到老警察的反对，因为大声喊叫会引来屠夫，可阿伟不在乎，引来屠夫更好，总比儿子被找到好吧。可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1号屠夫和阿伟打了起来。无论阿伟怎么求救，老警察却无动于衷，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压在1号屠夫身上了。而现在也是老警察该离开的时候了，不过要找到开锁密码才行。于是他来到了监控室，可惜没找到密码，却看到阿伟有翻盘的迹象。于是老警察开启嘴炮模式，说阿伟的家人都死了，而且死状非常惨烈，一个男人保护不了家人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阿伟听后不仅没有灰心丧气，反而把战场转移到监控死角，避开老警察的视线。这下老警察坐不住了，急忙查看阿伟的踪迹。没一会儿，1号屠夫从死角里走出来，老警察看到后差点高兴地蹦起来。不过老话说得好，喜极生悲，有个面具屠夫悄悄出现，一刀捅在老警察身上。原来是冒牌的酒店老板。他说老警察虽是下注者，但是以身入局，恶意操纵游戏，违反了游戏规则，所以必须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老警察脑袋也被钻开了话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屠夫还剩1号和2号，而猎物只有小男孩，所以现在游戏规则改变，谁先干掉小男孩，谁的积分翻3倍。而最先找到小男孩的是1号屠夫，不过面具之下却是阿伟的脸，他让儿子装死，企图骗过其他人。当2号屠夫赶来时，还真的以为自己失败了，但是却没骗过老板，因为他回放了录像，知道1号屠夫是阿伟假扮的。他急忙用广播告诉2号屠夫，然而还是被阿伟先发制人。但2号屠夫不是吃素的，反手就偷袭了阿伟一下，还把他按在桌子上摩擦，
本以为阿伟要玩完了，谁知小男孩拿起刀子给了2号屠夫一下，阿伟也趁机反杀，把2号屠夫死死按在灶台上，然后给了儿子一个眼色，儿子也是瞬间秒抖，直接拧开打火装置，活活烧死了2号屠夫。到目前为止，4个屠夫全军覆没。不过这并不是游戏的结局，因为老板要亲自出马开启延时赛。此时阿伟带着儿子逃到大厅，不等他打开门，老板就追杀而来。他怒视阿伟不要脸，心宇都死了，干嘛还要顽强反抗？这样会让很多金主损失很多的钱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还嘲笑阿伟无能，不知道妻子死时有多么的无助，女儿死时有多么的恐惧。殊不知这些可笑的话竟让老板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因为这些话激发了阿伟的斗志，一个闪身躲过斧头，然后狠狠地给了老板一阵王八拳，彻底让他告别了自行车。阿伟紧紧抱着儿子，感慨劫后余生的不容易，本以为他们会幸福地活下去，谁知It's okay, we're safe. Dad! Oh my god. Dad! 真的是造化弄人，阿伟干掉了所有屠夫，却被叛逆的女儿误杀，真是让人意难平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姐弟俩从此相依为命时，老板却又爬了起来，他一把将小美按在墙上，想要将其活活掐死，但他却像所有男人一样，忘记男人最害怕的一招断子绝孙的一膝盖。小美趁机拿起斧头，直接砍下老板的头。这下游戏真的结束了，姐弟俩被警察投上安置，还喝上美式刨冰。但你看小警员的手机竟哗哗的进账，原来他买的是庄家书，而屠杀游戏的幕后老板却依旧活跃在直播间里，慢慢的渗进人们的生活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